我是杨秀清。上一世我殒命天津内乱，这一世我先破武昌，再屠天津。内患仍在，我能否躲过死劫，又该如何化解？汉口、汉阳相继失守。重伦说：“我拥兵自卫。”我只是个信使，姑奶奶饶了我吧！闭嘴！什么姿势？揪着领子拎？干净利索。手行拳错，死尸一轴子你就倒了。这样。行，你对。武昌若有失，不是我的责任。东王，城内撑不住了，何时总攻？等到何时？等城里的青妖自己先疯。吾意坚守，待军东下。今为人所逼，唯以一死报国。大人，粮道已绝，援军无望。若能以百姓为重，暂时……敢乱军心者杀！城里那些百姓打下来就好了。明见日出，总攻！该来了。我们要从流寇变成王师，坐拥江南粮仓，背扣长江天险，他日便可与清廷南北对峙，平分天下。城头炮还击！还击！散开！铁墙走，不要挤界限！
降了吧。湖北总督吴文种绝不投降。东王，武昌记下，此时不北上，正待何时？请东王下令北上。诸位弟兄，自今天起兵以来，我军百战百胜，可下一城又弃一城，没有根。你们看长江，武昌扼山汉，锁上游；九江通南北，控粮道；安庆西面屏障。之前岳阳不守，现在却要守武昌。武昌乃湖广省会，九省通衢，可屯大军。大开，武昌就交给你了。遵命。我们要从流寇变成王师，坐拥江南粮仓，背扣长江天险。他日便可与清廷南北对峙，平分天下。愿随东王东下，取金陵，立天国。老师走了。吴志台力战不敌，自刎殉国，麾下兵士实不存一。是我害了老师。老师一生守正，以身殉国，死得其所，但这仇我记下了。趁他立足未稳，传信左宗棠驰援武昌，告诉纪高，此战是为吴志台的。你们真的不拿东西？拿了要杀头的。城内约8000人，石达开坐镇，粮草自足，据报可守半年。护河河东段水浅。客官，吃点东西。城外清军在东南高地停留了1个时辰，领头的是左宗棠。东门守兵再撤100。是。东门守军稀薄，护城河水浅。明日辰时，东门佯攻一营声势要大，北门造势骑兵游弋，架云梯不及进。主力西门、东门如此明显，先生为何弃而不攻？且看明日。抬枪，瞄于敌，打！滚步！北门第3次求援了，看见了。东门云梯到墙根了，我听得到。西门鸟冲守100，抬枪手4组，上墙装弹压垛，等命令。告诉赖玉新死守。东门和北门都已打响，城头注意力应该被牵住了。先生，西门城头有异动，鸟冲手在大批上墙。鸣金，撤！先生，撤！先生，西门守军刚刚到位，立足未稳，此时若……他料到我们要从西门进攻，已有埋伏。今天不攻了。
追吗？不追。今日他差一点就进来了。他下次不会再从西门来了。东门折损123人。他没有追。石达开守武昌，我等当做好久战之备。拦路的是个女的，民女有要事禀报东王。拦截王驾，死罪。这张脸3年了。把刀收起来。什么要事？东王，您的新政今晚会垮。说清楚。刘家要烧田契，7个村的田今晚都会回到他们手里。怎么个垮法？田契是东王发的，可发田官吏是刘家的人。安庆7乡，36名经手官吏，24人与刘家有账。还是这手字？这是你查的3天，7个乡镇。为什么？一个女人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我爹到死都没等到一张真的。东王，城外刘家烧田契了，7个村全烧了。烧的是假的。哦，真的在这里。但这还不够，刘家会说这些是伪造的，所以民女来求东王一道令。他还是他。行了，回去。老爷，那些农民要是闹呢？哼，田契都烧完了，怕个甚？刘老爷，你烧的那批是我3天前换掉的假货。你说假就假，谁信？王三爹，王三年61，东村下田2亩7分，原属刘家，今归本人耕种。我看谁敢接！东王令，安庆新政田契暗册验发，族者以死罪论。这是你的田。李大娘，水田1亩2，周阿贵旱田3亩，陈二嫂桑地半亩。你烧的不是田契，是你的退路。这个世道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。安庆还有6个县，我知道。你的人、你的法子，我都要用。东王想用我，要先打我一件事。说。新政是真的要给百姓，还是只是打天下的手段？你自己看着办。秀清，你这一句自己看着办，担子不轻啊。我知道。东王啊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喜欢收聪明人，不知道谁先成了你的软肋。东王，北王营今夜调了2次岗，有人出城去了安庆城东。知道了。是。北王帐下亲信私吞军粮400吨，强征民夫，人证还在。还在。立案。司政，这牵扯的是北王帐下。东王，军法司今日立了一案，告的是北王帐下的人。叫傅善祥来。此案牵扯北王帐下，查的过程里若有任何验动，先来报我，不要自己处置。这是原证词。昨日忽然多出这几份，指向萧朝圭麾下1名千总，只救莫心，5份画押出自同一之手。
萧朝贵那边不要动，假证是有人造的，把造假证的那个人挖出来。造假证的人找到了，是一个经手粮草的小吏，北王帐下的人。往上面查，证据断了，指不到任何人。但查他账目的时候，发现有一笔数对不上，顺着这笔账往上查到了粮草转运官私吞克扣，与那个小吏共谋造假账目8个月。转运官是冯云山的表亲。证据确凿，确凿。整理好，随我去见南王。连自家人都守不住，秀清，进金陵之后会不会更难？会。我来监斩。你不必。天国的律法是我们一起立的。表哥！南王连自家人都杀了，这军法是真的。臣请辞南王之职，一尽效尤。我不批准，天国也离不开你。继续议事，继续议事。北王爷，东张那边已经结案。冯云山今天杀了自家人，是。东张查了5天，替我清了一个烂账，还顺手伤了冯云山。金陵就在下游，清军立足未稳，不趁今日，更待何时？先锋营可先行，3日逼近金陵外城。金陵是要打的，今日不议打不打，只议这袋米够不够走到金陵。兵贵神速，粮不够就沿途征，船不够就就地拿。百姓既归天国，军粮便是天国，军粮便是天国之事。安庆新政刚发田契，百姓才信我们。北王，那田契还没捂热。打天下不是开善堂。账面上，安庆可调粮8万担，食粮53000担，差了27000担。观测载船1276艘，时查可用817艘，319艘被船帮改名藏匿，140艘被旧党买断，停在支流不动。查得到细呀。粮不够，船不够，大军打到金陵，后面没有补给，那就不是攻城，是送死。谁在藏船？今夜去码头就知道了。这是民船，你们凭什么争？你们不是自愿帮他藏船的。东王新令，征船按日给粮，船损按价赔偿，船工随军，家属登记入册，由军中保护。你们这是……阵亡者家属分田免役3年。我若走了，刘家人找我家小算账呢。家属名册在此，谁敢动你家里的人，按抗令论处。你们疯了！刘老爷那边已经……带走，查他收了谁的钱，收了多少。船工家属名册共登记406户，这些人家眷都在安庆，需要有人看。记功。民女不求记功，只求征传令一字不改。准。这些家属女营收。傅善祥，粮册、船册、民意册由你总和，每日上报。陈玉成，先锋营先探江道，所过之处不许私征扰民。西往，安庆至关重要，由你守安庆。我在，安庆就在。洪宣娇，船工家属伤兵安置，城防后勤，由你负责。领命。北王，你负责督造云梯、炮车、工程锤、木料、铁料、工石，
全部入册，5路账册，每隔2日互相复核，谁的账对不上，谁来解释。东王这规矩是不信我只信账。好，入册便入册。3日清账，5日装船，7日东下取金陵。领命。粮船27记，民船43记，船工家属名册另存根查。账册中拿稳了。丢了账比丢了粮更要命。开船。傅善祥把账压得那么紧，但账是人压的，是人就会出错。盯着船工，不用动手，等他账出错的那一天。这条巷子夜里加一班。好，到了。城墙还是那么厚。厚归厚，守军分散在90里城墙上，每仗摊不到1个人。水师封江了。封了，上下游各10里。狮子山巨炮射程能打到江心，水师船队要散开行进，不能扎堆。土营准备好了，今晚去看地形，给我2天。清军主力在仪凤门，狮子山巨炮覆盖整个江面，城头炮台270处，守军约12000人，8旗驻防兵和旗驻防兵和地方驻军各半。这支部队是什么成色？100年没打过仗，鸟枪秀了一半，操练就是走走队列。八旗呢？弓箭是真的练过的，功力强，射速快，但火器和露营一样烂。所以城头上最怕的不是他们的炮，是他们的弓。仪凤门先假意主攻，水师和岸上山炮集中轰击仪凤门，不求炸开，只求把降后的眼睛盯在那里。炮击同时，把这个射进去。万一降后识破，他不敢赌，他只会把所有兵力压到仪凤门去。那聚宝门、水西门、汉西门就全空了。不怕他识破，仪凤门方向还有安排。仪凤门西侧土质松软，土营从这里入地，挖到城墙正下方填炸药，便可一举轰垮城墙。地道里有积水怎么办？用木桶一桶一桶传出来，每隔3丈留一个通风口，用竹筒通到地面，挖出来的土不要堆在附近。记下了。炸药引爆要比船炮晚3息。用船炮声盖住地下的动静，地雷炸响，仪凤门城墙一踏，林凤祥率部从缺口直插入城。李开芳，你走聚宝门，苏三娘2000女兵营配属给你，听你统一指挥。破门用什么？攻城锤，韦昌辉督造的那批。曾天阳水西门，陈玉成汉西门。3门守军已经空了，但城墙上还有弓箭手。攻城时，抬枪手在前，专压城头；鸟铳手跟进，云梯手在最后，等城头压住了再上。放！鸟枪手准备，第1排放。这会不会是声东击西？仪凤门再加300人，聚宝门、水西门、汉西门各抽1半过来。聚宝门若是空了，万一就是主攻的，谁担得起？进去之后不许说话，敲碰到石头换手挖，不许用力敲。到城墙根下面了。炸药已经填进去，引线引出来了，明日日时可以点火。降后又从3门抽了一批兵，现在聚宝门、水西门、汉西宝门、水西门、汉西门，每门守军不足200人。去换衣服，明天你在前面。
女兵营已经到位，藤顿守在前，随时可以推进。等炮声，城门破了之后，你们分两路，清理左右两侧箭楼，不要让残兵从背后放冷箭。得令。等炮声。一凤门守住！进城！冲！藤带手，掩护！掩护！往里冲！桂娘，你在左路清左箭楼，我在右路。云梯上！开城门！推进！投降不杀！里面的人是真不怕死，骑兵、老人、妇女，全在城头上。那就打进去，打到没有人为止。北王，下一座城，听说了我们屠城，会怎么做？那是他们的事儿。我们的广西老兄弟要死多少？200年了，他们圈占我们的地，不把我们当人。你要跟我讲宽仁？不是宽仁，是分得清楚。骑兵守满城是他们的职责，他们没得选，我们有。我们打倒的是清廷，不是旗人。杀人是因为非杀不可，不是因为可以杀。传令，满城内平民妇孺不杀，缴刀者不杀，负隅顽抗者杀，趁乱劫掠者杀。北王，你亲自去传。我们今天打倒的清廷建的那道墙，拿下！东王，小的打了一夜仗，只是拿口饭。你打了一夜仗，是为了进城抢百姓？这回会不会又换一批人来抢？先看3天。真正吃人的不是这座城墙，这座城墙是进城以后的人心。自今日起，金陵改为天京，天王入主天王府，东王总理军政，南王掌制都督文要，北王节制兵马，翼王领军机众事。此城从今日起不再属清妖，属天国。属天国。东王，这旧碑砸不砸？留着，让后来人知道，这地方换过天，也让住进去的人知道，天也会再换。天王，旧清宫灯是否撤下？不撤，天国已立，须有天国威仪。在天。天王，天经初定，府库未封，百姓未安，宫室营造是否可缓？云山，我们一路从金田走到这里，难道就是为了继续筑破营帐？是怕筑得太好，
忘了为什么走到这里。南王是在教朕做事，臣是在提醒兄长。朕乏了。王爷，这里可设迁兵营，这里可设司库，这里若开一道暗门，可直趟后巷。东王府有多少亲兵？3000。哼，他是东王府，我是北王，不能差太多。天王府那边，送去。只送这个？天王若喜欢，再送10纸。人喜欢什么，就会把手伸向什么，手伸出来了，刀才递得过去。3艘粮船，错账都在同一批船工名下。傅姑娘，这几册是旧账，前头录错了，北王府让小的取回去重抄。录错哪里？这小的只奉命取账。那就等我抄一份再取。北王府急用。府库也急用。南码头抓到的人招了，他们拿船工妻儿逼他改账。你急什么？北王府的人，还有这个。天王府活口我藏起来了，知道的人不超过3个。此事非同小可，走去禀报东王。是同一批人在做不同的局。能不能查到北王？只能查到北王府书吏。那就不要急着接上，让他们以为线断了，我们只会查账。要给天王看吗？天王不必看，天王只要知道东王的手伸得越来越长。城市打下来了，但诸王府邸若先占钱粮，百姓安置，新政田策，军粮补给都会被挤压。从今日起，府库直取全部入册，王府营造也入册，包括天王府。包括天王府。这道令会得罪很多人，不发，天津会烂得更快。那就发，制度我来写，骂名一起背。天王受命于天，自该有天王威仪。天王，东王府发令，王府营造需入册核制。东王的手也太长，了。粮船、甲证、天王府小印已经能串起来，但还差一个口子。他会出这个口子的。上一世，刀就是从这里来的。我是说，迟早会从这里来。东王，你到底见过什么？东王，臣今日有事要禀。讲。粮船账目3次租错，若非北王府调拨补救及时，大军抵金陵时已断了半月口粮。傅善祥主持账目出了这么大错，怕是担不起这个差事。这是错账之前的真账，这是错账，这是让他变错的人。账册原本无误，真账在粮船离岸前已完成封印。3次出错，发生在北王府派的书吏接手之后。这两位是船工家眷，以此要挟让他们的男人在账目上动手脚。北王，这事你要不要解释？贪腐案那批假证所用笔记、行文格式，与粮船假案出自北王府书役之手。小的是奉北王府之命，每逢傅大人递账册，便设法。安庆田契案之后，有人开始盯上傅善祥，有人造假证，嫁祸西王，刺伤南王，拿船工妻儿威胁粮道，做假账。现在又有人想借这些找东王府的不是。东王言重了，一张烧残的纸角未必说明什么。是，所以臣不急。从今日起，护卫换岗时间每日变动，府里进出的人一律核验腰牌，不论品级。往后你递文书，最上面压一沓空白纸，
若有异动，先尽施假纸，再焚侦测，尸纸留着，那是证据。是。后院被3匹快马挂上平民衣物，这3匹马不登册，只有我们3人知道。你去找杨府清，告诉他最近不许回城。他若问为何，就说是我的命令。北王府后巷暗门2处，亲兵营在西侧，记在心里。东王，若他们来的比我们想的快呢？那就让他们来得快一点。已经亮刀了。东王今日能查臣，明日便能查到御前。臣若死，天王您就只剩一个名号了。朕没有见过你。臣明白。去把背后的人叫出来。北王今夜会动，等信号折返。富山乡那边别拦他烧账册，等我回去。来了。账册在哪里？烧了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烧了。你们来的晚了1刻钟。侦测烧干净了，烧干净了，人没事，没事，划了一下，不深。你果然没走。我不走，你怎么有机会杀进来？东王，你赢不了的，是吗？我输了。魏昌辉是刀，可刀不会自己出鞘。朕已受其蒙蔽，韦昌辉以重兵相逼，朕不得不。天王若受蒙蔽，为何密诏出自天王府？是有人伪造，此诏系天王府内事已招供，纸、印、人都对得上。杨秀清要造反。天王病了，你从今日起，天王静养，非诏不得出天王府。你敢求我？你知道这是什么罪？朕一纸诏书。天王的诏书昨夜已经见过他的效药了。我不杀你，是给天国留一块牌位。这才是真正难的。什么？打仗的时候，所有人知道该做什么，打完了，反而不知道了。所以才要把这些抄回来，让所有人知道，这里的账还有人管着。东王若再不写，臣不敢担保。曾国藩在湖口动了，但他不是主攻，是牵制，想把我们的西线盯死，让我们无法抽兵向东。湘军残部损耗不少，若是强攻湖口，胜算不大；但若是长期对峙正是他们要的。
苏州这边，李鸿章借洋枪队死守，江南豪绅截断粮路，等我们粮道断绝，两线焦头烂额，然后他们再合击。苏州是眼下最要紧的，江南若失，粮道彻底断绝，天津撑不住半年。但洋枪队不是就是攻城能解决的。我知道，所以你和李秀成去，不是去强攻，是去探清楚他们的底子。女营这边可以走小路绕过劫粮的豪绅，先把粮路通一条出来。好，南王，地方守将那边各处来线你都看了，措辞如何？有些在观望，有些已经和清廷有往来，立场摇摆。不确定就是判的前奏。各地守将从今日起，军令统一从东王府发出。前日的事儿说一遍。前日我们以两营正面佯攻，刚过护城河，前排两列几乎全倒，后排的还没来得及上，又是一轮，节奏极快。看清楚他们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他们的弱点不在正面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他们和李鸿章之间都是利益，只要出现裂缝，城头这些人自己就会散。谁派你来的？白启文。他要什么？3个月的欠饷，以及一个体面的说法。等消息，3日内有回音。白启文因为利益背离了李鸿章。那时候你若不回来救我，本可以脱身的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？因为上一次没有人来得及。那这一次，你来得及了。东王苏州急报。记住，火药库一炸，城头火力必乱，这是我们唯一的破城机会。是。冲！低头，不要乱还手，船不能停。城里临时加防了。你带2人走排水沟，目标火药库气窗。那你呢？我正面吸引全部火力。洋鬼子，别走神，看刀！趴下！趴下！放信号！雨天后可以冲锋了。第1路弓弩压城，严禁强攻冒进；第2路推进尸扫车，遮挡洋枪火力；第3路潜伏西南角，听鼓点架梯登城，擅自抢攻者斩。听城头响声，3响之后敲鼓一次，节奏不乱。以此鼓点攻城。全线登城，守街口，3人一组，边打边退，梯次设防。正界硬冲损耗太大，不可强攻。放弃正街，拆墙穿屋，立体穿插。
方招入款将。撤退！华尔负伤，洋枪队全线溃败。大人，苏州城防尚在，仍可坚守。洋枪队一溃，苏州无险可守，已成困笼。备马。陈玉成、蒋桂娘率左军攻取杭州，萧朝贵领右军进驻松江，其余兵力随本王进发常州。遵命。带走。田是你的，这回还会被抢走吗？不会那么容易了。别跪，拿好你的地契。洋枪队为力集结，未想征战，欠饷则溃散。但侥幸不可长存。不会次次都有内应。殿下打算自主仿制打造？要造，且要造的比洋人更多。护国利器不该受制于人，掌握在他人手中。江南已定，兵马金粮充足，此时北上，直取燕京，一战定天下。天津至燕京2000里险途，北伐后勤补给全靠这条长线。清廷只需截断一处，我军即刻沦为孤军。那便不打了。打，但不求一举灭清，只求化界立誓，目标拿下黄河，形成南北分治，先稳固南方，再图天下。军心正盛，打仗凭的就是一口气。军心可撑3日，粮道须守3000里。东王，晁冠愿领兵北伐。西王，安庆乃天津门户，长江所要，你仍留镇安庆，一日不可松懈。东王是以我萧某不善战，非宜。安庆若失，天津危矣。翼王，你怎么看？北伐全凭西线补给，长江上游不稳，粮道便无安稳可言。西征，我去。翼王率西征军先取九江，稳固武昌，死守粮道。陈玉成，在。你为北伐主将，李开方、林凤祥辅之，渡淮河，取中原，打到黄河。领命。北伐非赌命，西征非偏师，两路并举，步步求稳。是。收徒。我若不归，劳烦把信送至城外王大爷手中。刚出征，休说丧气话，只是怕家书遗失。这点琐事我自理便可。我知道，北方地形我熟。中原平原不同于江南水网，凶险更甚。正因如此，我更要去。西征稳粮道，北伐取黄河，全军出征！湘军把粮仓围了，多少兵力？看过了，守军不足2000，但占着城东高地，硬攻伤亡不会小。粮仓里是什么？九江全城的过冬粮。水是今夜沿江东下，天亮前压到城北江面，声势要大，把所有船都点起来。佯攻是让他们盯着江面，忘了身后。你带500人从这条路绕过去，天亮前到位，以信为号。太平军攻城，东面。
全军出击！我等愿降。誉王，粮食1粒没少。先合粮数，再开仓安民。你围的是百姓的粮，我不杀你。按人头派发3日口粮，私兵缴械免罪，侵占民田尽数归还。太平军迟早要撤，等清军回来，今天谁去领粮，谁就是通贼。西征军驻守九江，留兵留粮留官，谁敢秋后算账，先过我西征军一关。军民同粮，一体分发。多谢将军。石达开从无需旁人挂心。西线根基稳固，北伐方能无后顾之忧。陈玉成走得比预计快。他善于避实击虚，一路太过顺利，反常。顺在守军薄弱，并非轻定无兵。大军北进，粮道越拉越细，严守阵型，粮车、火药、伤兵队伍1人1车，不得掉队。撤！两期间扩至半里，遇敌不战，只传军情，近靠旗语，远靠烟讯。全速回营报讯。北方主力骑兵压境，兵力几何？大队骑兵，非散骑游兵，看旗号为蒙古铁骑。前军收锁结阵，后军死守粮车，严防突袭。事后散出去，紧盯敌军动向，不得断报。明白。准备迎敌。北面有骑兵，约3000，蒙古骑，领兵的是僧格林提。能绕吗？东翼有骑兵游弋，西翼官道已有清军步兵，绕不过去。不能绕就打，传令，全军停进，就地布阵。长矛手上前撕裂，矛尾入土，矛身斜举，别留空。火枪手分3排，听令射击，藤排护2翼。矛尾插身，用脚踩实。骑兵撞上来，你手里握的不是矛，是命。打骑兵怕的不是他快，怕的是我们先乱。王爷，长矛列了长矛阵，火枪在后。排得不错，可惜是在平原上，他们火枪装药慢，第1轮冲不乱，就第2轮、第3轮，用人命堆也破开他们的阵。第一阵冲！稳住！没有号令，不准乱动。别看马头，看马脖子，马脖子低下去，矛尖就对准骑手胸口。第3段放，第2段放，放。不要动，稳住！第1段放。王爷，第1阵没冲进去。他们第1段枪放完了，装药要时间，不给他们时间。第2阵冲中间缺口，路上。报，清军步兵从北、东、西3面压上，西翼官道被截断。我来断后，我也留下。你们不能都留下，
开房比我快，撤主力要有人护你突围，伤口给我，我能拖住。你伤了，伤不耽误手，主力不能停，你带人走，我和凤翔分守山口。打仗没有不死人的，今天轮到我们。3000人，够吗？够，只要你们别回头。主力南撤，李开芳、林凤翔各带1500人守山口。领命。领命。5批轮守，第1批顶住，第2批候补，火枪放近了打，毛守风口。所有人听着，主力没走完，谁都不能退。王爷，山口太窄，冲不进去。他们用命换时间，多耗一炷香，主力就多走1里。推炮，对着山口轰。前面还有我们自己人，轰！炮停就上人，不上。旗还在，人就不能退。李将军，林将军，主力已全部撤出。知道了。陈将军让你们，若能撤就撤。那就撤，你在中路先退，我压左翼。你伤成这样，还压什么左翼？我打阵地，你打出杀，现在该你撤。凤翔，你回去，告诉玉成，山口守住了。李开芳，你什么意思？带林将军走，放开我，我不走。林凤翔，欠你的那碗酒，记着。还能动的，跟我上！带着，别丢。太平军只有战死的将军。李将军呢？他让我告诉你，山口守住了。我问你，李将军呢？李将军殉国了。是我亲手送他去的。我知道。北伐军还在推进。我知道。皇上，黄河以北急报，朝廷议和使者已至前线。前线死了人，朝堂才肯说话。皇上，该喝药了。陈玉成已抵黄河南岸，清军隔河对峙，是打是谈，他在等天机的方略。谈，让他全权议和，条件只有一个，以黄河为界，南北分治。清廷会答应？咸丰撑不了多久，他们需要时间，我们也需要。告诉陈玉成，守住黄河线就是此战之功。你不去，让南王去主持吧。天津这边有更重要的东西有看住。明日他们的使者就到了，谈成了，这条河就是边界。谈得成，他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，这是东王早就看准的事。你信清廷会守约？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条河给我们留出了时间。两家暂息兵戈，凡事都好商量。以黄河为界，南北分治，商路按约开放，边防各守各界，3年内不动兵，这是条款。同一条河，南北两岸的人各自有各自的活法。这一次
算赢了吗？算。那为什么还是这个表情？因为这不会最后一战，他们还会来的。慈禧，那就再打。黄河县守住了。接下来要守的是这道线以南的所有。他在北边练兵，我们就在南边治国，这件事更加重要。我愿为殿下分忧。报告。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加官进爵，操练新军，洋枪、火轮、军械，只要洋人肯卖，大清就肯买。以前拿刀对付清廷官兵，现在拿锄头修渠，哪个累？都累。哼，但修了渠，你娘明年不用挨饿。送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自己知道。慈禧的新军3年扩了2倍，淮军已拿到第一批仿制洋枪。你让我们等商税慢慢积，等3年，等他打过来再说。军备要备，我没说不备，但备军备的钱不能从百姓嘴里扣。江南这3年，百姓知道田粮都是自己的，才肯跟着太平天国走。心散了还能再聚。仗打输了就什么都没了，仗打赢了，百姓活不下去，那又是为谁打的？两位说的都有道理，得找一条都对得上的路。通往补工费分3年摊，可行？粮税不加，军械不停，只是慢3年，可接受？可接受？可。从今天那一天起，你就知道很多事。你比我们所有人都多活了1辈子，你才是那个最苦的人。莫要忘了太平。和洋枪比，膛线还差，射程短2成，连发慢，但有一样好，这是我们自己造的。每个零件、每道工序都是自己人做的。下一批把膛线的问题解决掉，需要时间。我们有时间，慢慢来。你上次说的，这样的东西不该只掌握在别人手里，现在掌握了1半，另一半，再等几年。传令！全军戒备，等天京调令。爷爷，什么声音？打仗了，别怕，天国的人在前面守着。黄河的预言比3年前更密更整。你们中国人自己打自己，迟早要付出代价。他说的对，
若有人要毁了我们的太平，我就和他血战到底！血战到底！这一战不是为了一统天下，是为了让南岸的百姓能种自己的地，能念自己的书。